你会点开这篇文章，绝非偶然。宇宙的频率总是精准运作，将每个寻找答案的灵魂带到适合的时刻、适合的地方。而现在，就是你重新开始的时机。无论你是20岁、30岁，还是60岁，无论你刚经历了失恋、失业，或是觉得生活陷入瓶颈，请相信，新的篇章并不取决于你拥有多少资源，而是取决于你对自己的信念。人生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，它更像是一场宇宙编织的旅程，充满转折、考验和奇迹。你不是故事的旁观者，而是创造这个故事的主角。而现在，你可以选择让这个故事重启。但该如何迈出第一步呢？许多人卡在如果当初的无限回圈里，试图回到过去修正错误。但宇宙的运作从不后退，它的流动只朝向未来。你的过去并非是枷锁，而是养分，是塑造你的土壤。试着每天写下3件你从过去学到的事情，无论是好是坏，然后告诉自己，这些经验是我的基石，而不是我的包袱。当你学会臣服，而非抗拒，你就能从过去的阴影中解放，进入新的频率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你周围的能量场会影响你如何看待自己，如何看待未来。如果你总是处在消极的环境中，那么无论你多么努力，都会被拉回旧的模式。但如果你选择与正向、积极的人同行，你的频率将逐渐提升，你的未来也会展开新的可能性。试着参与新的社群，报名自己感兴趣的课程，甚至主动与那些拥有你向往特质的人交流。当你开始接触新的能量，你的视野将不再受限，宇宙也会回应你的行动，带来更多与你频率相符的人事物。我们内心不断重复的故事，决定了我们的现实。如果你告诉自己，我太晚开始了，我已经错过了机会，这将成为你的事实。但如果你转换思维，开始告诉自己，我正在创造全新的人生旅程，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那么你的世界也会开始变得不同。当你用新的叙事重新定义自己，宇宙将会回应你的信念，把你的想法化为现实。许多人在重新开始时，容易陷入如果无法完美，那就干脆不开始的陷阱。但宇宙的法则告诉我们，一切的成长都是循序渐进的。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是能量的转动，每一次的努力都让你朝着崭新的未来前进。允许自己犯错，允许自己走得慢，允许自己在低潮时休息。真正的转变不是来自剧烈的改变，而是来自持续的前进。宇宙从未停止给你讯号，提醒你，你并没有错过任何机会，因为任何时刻都是重生的契机。当你愿意放下对过去的执念，当你愿意主动去接触新的能量场，当你愿意用新的故事定义自己，并给予自己时间与耐心，那么你将发现，世界开始回应你的信念，你的人生开始流动，一切的可能性都将展现在你面前。你不需要等待某个完美的时刻，因为这一刻就是最完美的时刻。现在，请深呼吸，告诉自己，我准备好了。然后，迈出你的第一步。我们总是花费大量的时间想象未来的困境，仿佛提前为自己铺设了一条崎岖的道路。然而，那些焦虑、害怕的场景真的会发生吗？还是它们只是我们内心虚构的幻影？夜晚寂静无声，唯有思绪翻涌如潮。许多人在黑暗中辗转反侧，脑海中不断闪现各种可能发生的不幸。如果明天的计划失败了怎么办？如果努力没有回报怎么办？如果未来比想象中更艰难怎么办？
但事实是，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时间能够给出，而我们却早已在未来到来之前，让焦虑吞噬了当下。这种焦虑本质上是一种假想的恐惧。我们的心灵就像一位擅长编剧的导演，为自己设计出一幕幕灾难场景，仿佛预演失败，才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。然而，这场剧情往往并非真实，而是被无限放大的错觉。许多我们害怕的事情，其实从未发生，而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当下，却因为这些幻想而被忽略了。宇宙有一种神秘的运行法则，许多人称之为吸引力法则。当你专注于某种能量时，宇宙就会将相应的能量带到你的身边。如果我们总是聚焦在失败与恐惧上，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会充满焦虑与挫折。但若我们选择相信美好，专注当下，生命便会回应我们的信念，为我们带来更多机遇。试想一个情境，一名画家正专心创作，他不去担心未来是否会成功，而是沉浸在当下每一笔画出的色彩与线条之中。他相信自己的创作，他的内心充满平静与满足。这正是宇宙回应我们的方式。当我们专注于当下，真正投入热爱之事，未来自然会顺应我们的信念发展。然而，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对未来毫无规划，而是要明白，规划与过度焦虑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。我们可以设定目标，但不必将所有精力都投注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上，而忽略当下真正的机会。焦虑无法改变未来，却能让我们错失现在。宇宙的运行并非线性，而是充满变数与惊喜的。许多时候，我们担忧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，反而那些未曾预料的美好会在不经意间降临。当我们学会放下对未来的过度忧虑，专注于当下，宇宙自然会引领我们走向最适合的道路。所以，当下一次焦虑来袭时，试着停下来，深呼吸，问问自己，这个担忧是真实的吗？还是只是自己内心的假设？宇宙一直在运行，它知道该如何引导我们前行。我们唯一需要做的，就是相信、接受，并活在当下。人生的旅程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场不断变化的奇幻旅程。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未来，就交给宇宙，而我们唯一能掌握的，就是当下的每一个选择。在这片无垠的宇宙中，每个人都是一颗闪耀的星辰，悬浮在时间与空间的流动中。然而，当焦虑悄悄爬上心头，当未来的阴影笼罩眼前，我们该如何回到当下，与自己的内在重新连结？这个世界充满了变数，而我们的心智往往过度纠结于未知，让焦虑如同潮水般袭来。当这种情绪开始蔓延，请试着做一个简单的五感练习，透过观察、聆听、触摸、嗅闻与品尝，将自己拉回此时此刻，体验当下的纯粹。当焦虑的思绪让你陷入未来的不确定时，请停下来，环顾四周，注意眼前的颜色与形状，它们或许是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落的金黄，或许是书桌上笔记本的深蓝，又或许是墙角的一抹绿意。这些色彩和线条都是此刻存在的证明。当你专注于视觉的变化时，你的心也会随之稳定。闭上眼睛，静静地倾听。远方传来的鸟鸣，树叶轻轻摇曳的声音，甚至是屋内时钟滴答的律动，都在提醒着你，这个世界仍然平稳运行着。当你专注于这些声音时，思绪将不再流浪，而是回到这片刻的宁静。将手掌放在身边的物体上，感受它的温度与质地。也许是桌子的冰凉，或是毛衣的柔软，也可能是指尖轻触水杯边缘时的细腻触感。
透过这些细微的接触，你会发现自己确实存在于这个世界，不再只是焦虑的意识漂泊。深深吸一口气，感受空气中的气息。也许是早晨咖啡的醇厚香气，也许是窗外飘来的一丝花香，甚至只是房间里空气的纯粹感觉。这些气味不仅让你更贴近环境，也让心境更加安定。回想一下今天吃过的食物，让味觉带你回到那一瞬间。是否有一口甘甜的水果？是否有一杯暖心的茶？即使此刻嘴里没有食物，你仍然可以透过记忆，让那份满足感再次浮现。这个简单的五感练习，能够快速地把你从焦虑的幻象中拉回现实，让你的内心重新与当下连结。当我们专注于此时此刻，就不再受困于对未来的忧虑，因为真正的力量存在于当下。宇宙中蕴含着强大的能量，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你专注于什么，就会吸引什么。当我们持续沉浸在焦虑中，我们的能量场便会与那些充满不安的可能性交织，最终将它们带入现实。然而，当我们将焦点转向当下，沉浸于每一个感官的细节时，我们便改变了能量的频率，让宇宙开始回应我们内心的平静。问问自己，我是否正在为一个甚至不存在的未来而担心？当你意识到许多恐惧只是想象的产物，你便能学会放下，让能量自由流动。当你稳定自己的频率，宇宙也会回应你同样的稳定与和谐。吸引力法则不仅仅是吸引财富或成功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我们学会如何与宇宙保持同步。我们的思绪与能量是磁场，每一次专注于当下，都像是在调整自己的频率，让自己与宇宙的丰盛能量对齐。当焦虑来袭时，不妨试试这个五感练习。它不仅是一种回归内心的方法，更是一种与宇宙共鸣的方式。让我们在每一个片刻里找到宁静，活出真正的自我，并相信宇宙会为我们带来最适合的安排。此刻，你正站在一个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或许你已经感受到内心深处的一丝不安，或许你曾无数次问自己，为什么别人总是不够尊重我？这并非偶然，而是一种宇宙向你传递讯息的方式。你可能曾经觉得自己被忽视、被轻视，甚至被不公平对待。你或许认为这是因为别人无法理解你的感受，或是对你缺乏基本的尊重。但事实上，这一切的发生并非完全来自外在环境，而是你内在能量的一种展现。当你没有划清界限，当你默许某些行为，宇宙便将这种频率反射回来，让你一次次的经历相似的情境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内在信念决定了外在世界的运作模式。当你默默接受那些让你感到不适的对待，当你勉强自己迎合他人的期待，你其实是在向宇宙发出讯号，我可以接受这样的对待。这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从未清楚地向世界表达，我值得被尊重。宇宙的能量运行是一种共振，你吸引到的事物，往往与你的内在状态相匹配。当你选择不为自己发声，当你压抑内心的感受，当你放弃设立个人的界限，你就在无形中创造了一种频率，吸引那些无视你需求的人进入你的生活。这并不是惩罚，而是一种提醒，一种让你意识到自身能量运作方式的机会。然而，你并非无力改变这一切。宇宙一直在等待你做出新的选择。当你开始认可自己的价值，当你勇敢地划清界限，你便改变了自己的频率，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全新的讯息：我是值得被尊重的。试想一个情境，你走进一间房间，满怀信心地表达自己的需求，
你清楚地告诉对方你的底线，你不再让步于那些让你不适的行为。此时，你的能量场发生了变化，你吸引的人事物也会随之改变。你开始遇见那些真正懂得尊重你、欣赏你价值的人，因为你的频率已经对齐了这样的能量。划清界限并不代表你要变得冷漠，而是意味着你对自己的内在价值有更清楚的认知。当你选择尊重自己，当你不再害怕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，宇宙也会以相同的方式回应你，让你遇见那些与你频率匹配的人与机会。如果你一直在等待一个改变的契机，现在正是时候。你并非无助，你并非被动地接受外在世界的安排，你拥有改变现实的力量。开始倾听内心的声音，勇敢地说出你的需求，清楚地向宇宙宣告，我值得更好的对待。从今天开始，练习说不，练习坚定自己的界限，练习让自己的能量与尊重、自信、爱和自由的频率对齐。宇宙将会回应你的决心，为你带来与你真正匹配的人与机会。记住，真正的尊重不是来自他人施舍的恩惠，而是来自你对自己的承认。当你开始珍视自己，整个宇宙都将为你重新排列，让你活出你应得的光彩与价值。宇宙中万物皆循着吸引力法则运行，而我们的人际关系亦然。我们的能量频率决定了我们吸引来的关系质量。在任何一段关系中，我们的感受都是重要的，因为它是我们内在状态的真实反应。然而，在这个充满各种期待与责任的世界里，我们往往忽略了自己的需求，甚至习惯性地迎合他人，害怕拒绝，害怕冲突，担心自己的不会让别人失望。然而，当我们压抑自己的感受时，我们的能量场也会因此受损，导致我们吸引来更多不符合我们需求的关系与情境。在宇宙的运行中，清晰的界限是一种强大的讯号。当我们勇敢地说不，我们便是在向宇宙宣告自己的底线与需求。这并非是一种冷漠或自私，而是一种自我尊重。设立界限的核心就是能够为自己说不。如果某些要求或行为超出了你的接受范围，无需感到愧疚或担心别人怎么看待你。宇宙中的能量运行遵循平衡法则，当你允许自己的能量被过度消耗时，你将会吸引来更多让你感到疲惫与不满的经历。回想一下，是否曾有某个时刻，你因为不愿拒绝别人的请求，而勉强自己接受了一个不符合自己意愿的安排？最后，你是否因此感到委屈、不安，甚至影响了你的整体状态？当我们不断接受超出自身界限的请求，我们的能量场会变得混乱，导致我们吸引来更多类似的情境。而当我们开始勇敢地拒绝，坚持自己的立场，我们的能量场将会变得清晰，并开始吸引更尊重我们界限的人与机会。你的底线就如同宇宙中的星轨，一旦确立，它将为你指引人际关系的方向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，你需要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，并且在它被侵犯时，勇敢地站出来。宇宙不会让一个没有界限的人持续受益，因为当一个人总是无条件的付出、妥协，宇宙便会认为这是你愿意的状态，于是你将不断地遇到类似的关系模式，直到你决定改变。设立健康的界限，并非是将自己封闭起来，而是学会筛选适合自己的人际关系。当你清楚自己的界限，你的能量场将会发出明确的讯号，吸引来那些愿意尊重你的人，并排除那些不适合你的关系。在吸引力法则中，有一个核心概念，你专注于什么，就会吸引什么。如果你总是专注于不被尊重的经历，你便会吸引来更多这样的情境。
反之，如果你专注于与人建立互相尊重、互相欣赏的关系，你便会吸引来更多这样的连结。宇宙的运作方式不会为了取悦任何人而改变，它只是单纯的回应你的能量。如果你总是压抑自己的需求，强迫自己接受不舒服的关系模式，宇宙便会认为这是你希望的现实，于是你会不断的经历相似的困境。然而，当你开始为自己设立界限，并且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，你的能量场将会发生改变。宇宙将回应你的转变，让你的生活充满更多与你价值观一致的关系与机会。你拥有被尊重和被爱的权利，这份权利不应该被任何人剥夺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：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什么样的行为与关系会让我感到被尊重与被爱？当我的底线被侵犯时，我该如何坚持自己？我是否愿意相信，当我勇敢地设立界限时，宇宙会为我带来更适合的关系？设立界限不是一蹴可及的过程，而是一场与自己内在能量的对话。当你开始这个过程，你可能会遇到阻力，可能会有些人不理解你，甚至试图让你回到过去迎合他们的模式。然而，请相信，当你越来越清晰地表达自己，宇宙将会替你筛选出真正适合你的人。我们不需要害怕失去那些无法尊重我们界限的人，因为真正属于我们的关系，永远都会以爱与尊重为基础。而当我们勇敢地为自己设立界限时，宇宙也将回应我们，带来真正符合我们频率的美好关系。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，你的感受是重要的，你的需求是值得被聆听的。当你愿意尊重自己，宇宙也将会尊重你，并带来你应得的一切美好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